觉得我有必要再考虑一下这段婚姻了。来，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彭先生29岁，来自江西活动主持；女嘉宾赖女士26岁，来自江西美甲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当初怎么认识的呀？以前在学校嘛，就开始玩那个贴吧啊，然后是偶然在贴吧里看到他的帖子，然后有回复啊。他和我之前同学也是朋友关系嘛，然后就这样认识了。好像对他不太放心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，我们是异地恋，然后有一回我就休假1周，我去看他，然后我在那里待了3天就走了啊。因为每天晚上呢，一过12点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呐，男的女的，就给他一直打电话，一直打电话。然后他接完就是啊，明天再说吧，我现在在睡觉，明天再说。这是在你们恋爱期间还是婚后呢？恋爱期间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酒吧驻唱，然后我的生活习惯就是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的嘛。然后我的朋友圈还有身边那些人呢，都习惯了晚上给我打电话。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，就回家了。我知道他也生气了。后来暑假的时候，我就回去陪陪他。后来这个事儿过了之后，又闹起来了。为啥事儿闹呢？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和好了吗？然后他和他的朋友，我和我的闺蜜，我们约着一起去那个安徽玩。然后在玩的期间，我就待在房间，他去隔壁找他朋友打牌了。他手机放在我那充电，就突然弹出来一个短信：“老公，我想你了。”然后我也没说啥，我就拿手机给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看，你老婆给你发了条信息，你要不要回一下？”这个事业闹得挺不开心的，当时就直接就开车，然后回家了。那确实是一个前女友。我当时就给他打电话回过去了，当着他的面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了，你也知道的，你为什么还要打扰我的生活？那个女孩就是因为那天心情不好，喝多了，然后胡乱发了个短信，她就因为这样的事情，然后又闹得很不愉快。我们本来那天很多人一块准备去玩的，然后她就不去了，直接耍性子要回来。后来这事儿又怎么抹平的呢？我们2个谈了1次嘛，然后他也有哄我，然后这样就和好了。然后到后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结束异地恋嘛，他也离开了他之前的那个圈子，顺风顺水的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就觉得2个人年纪感情也差不多，然后就结婚了。等于说他到了你的身边了，你觉得相对安全和踏实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婚后怎么样？婚后也有类似的事发生。就有一回快过年了。他有一天突然给我说接一个朋友，去看一下他们家老人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带回来2个女孩，然后接上我和他爸妈一起去他外婆家。到那里之后呢，还是我婆婆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大度一点啊，不应该生气。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，好像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他的前女友啊。当时我就去问他了嘛，他也没否认，我也很生气，我就坐在那里生气，我也没说啥。还是在那里吃完了饭再回的家。然后经过这个事，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好像就是对我不太尊重，不太诚实。没他说的那么夸张，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朋友。那我们是10年前就认识的，那当时才10几岁，哪懂什么，就好像说是说初恋，其实就完全小孩子不懂事，那时候谈的。而且他那次不是说特意看我家人或怎么样，他是去参加我们一个共同朋友的婚礼，顺便去看一下老人家。我感觉这是人之常情啊，而且他们已经也有10年没见了，我外公外婆年纪又那么大了，看一眼也不为过啊。你可以让那个女孩子一个人去，为什么要你鞍前马后的带着她，还给她拎着东西一起上门去呢？那不叫鞍前马后，这最起码的地主之谊啊。所以刚才的这一段夫妻之间聊的这个往事，大概我们能得出2个印象来。第一个印象就是丈夫在结婚之前有一些情感经历，对吧？而且在这个情感经历可能还有一些妻子认为所谓藕断丝连的东西在。对于女生来说呢，大概这个就变成了你们婚前和婚后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困扰。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就先放在这儿了。我更关心的是说，在婚后的时间里，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，他对你好不好？我觉得他对我还是不够关心，不够尊重的，对我也不够诚实。比如我们2个人啊，过节日，我说今天我们2个要不出去逛一下街，他就
不太想去，我就要求他很久，我说你陪我去一下吧。然后到了地方，他就会说，哎，我去停下车，顺便抽个烟，你自己先去逛吧。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嘛，逛着逛着，怎么20分钟了还不来？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来不来？他就说我不来了，你自己逛吧。然后平常他一回到家就很舒服的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嘛，里面和那些游戏里的小姐姐啊聊得火热，也不带我。他说话永远这么夸张，哎呦，我这个人属于比较宅的，比较顾家的。那我为了他，我放弃以前比较好的工作啊，我跟他一起生活。我平常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。不是你待在家里干嘛呢？玩游戏啊。打游戏啊。那你不叫待在家里啊？那你这跟去网吧没有任何区别啊。那不是这么说，我会陪他呀。你像刚开始，可是你都陪手机了，你都没陪我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跟你沟通的时候，你不好好跟我说话呀，你天天气我。问一下啊，当时你为什么娶她呢？她以前很温柔的，很漂亮的，说话都是那种轻声细语、小鸟依人的。我现在完全就是大鹏展翅了，一天到晚。婚后的生活，女方认为男生呢对女方不是特别的关心，对，很漠视，还提到了一个不尊重，就是他老是半夜偷看我手机。不是偷看的，因为我是晚上，有时候我的手机。那你没经过我同意就是偷看。你不也经常偷看我？我没看过你手机，是你自己给我看的。我们不在看和偷看这个名词之间，我们来做文字游戏啊。我只想问一件事儿，你也不放心你妻子啊？我放心她，她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，她有时候说话呀都比较直。而且那天我看完全是因为意外，因为我手机没有流量了，我用她的手机看看电视剧，那突然大半夜的，一个男的给她发个信息，然后我打开一看。我回来了，我去接你，我们去吃饭。虽然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是他不会处理这些暧昧关系，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嘛。但是在告诉他的时候呢，他就我偏不。那只是一个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从外地回来。再说了，人家也不是叫我一个人去吃饭，他事后还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一桌的人就我没去。从另一个侧面来说，他其实也挺担心你的哈。那我想知道，就是在婚后，你觉得他变了吗？变了一点。哪一点变了呢？他最近有一回给我看他的手机嘛，他的手机那些信息就是除了就是群发的，工作信息，干净的连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。我觉得他这个聊天记录可能就是删过的。你看我有也不行，没有也不行，你要我怎么样嘛？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认为你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就是他在生活中对我不够关心，也不够尊重我。还有啊，就我们来之前半个月，在饭桌上和长辈一起吃饭，那天他就是一直在频繁玩手机，我就探头看一眼，哎，你在干什么？然后他就把手机缩了一下，我看到了，那个微信是这样子的，你以前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如果你和他离婚，你会考虑我吗？然后我当场给他手机拿过来，我说，呵呵，离婚了我也不会考虑你。他还非得纠结这个，那个就是一个朋友，他当时感情遇到了挫折嘛，受挫了，然后他给我发个信息，他就问我，他问的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我？当时可能失恋了或者怎么样啊？然后我就想，因为那个女孩她之前在我困难的时候也帮助过我嘛，那现在我安慰她一下也很正常。她平常在生活中啊，就我们两个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一般都是非要玩手机玩到睡着才会睡，自然睡放下手机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看他睡着嘛，手机亮着，对睡眠也不太好，我就给他把手机抽走。我每次一抽的时候，他就会一抖看我一眼，然后再看一眼手机，关掉，塞到枕头底下，接着睡觉。他这个就是夸张，我手机随时都可以给他看的，非得趁我睡着了从我手里抽走，那人自然反应肯定是会比较激烈。我这么问一句啊。作为他的妻子，你觉得他娶了你之后，他心定下来了吗？我感觉没有。你觉得这个婚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就是太多疑了，想的太多了。多疑。你看，我都为了你把以前的圈子呀，还有那些朋友、工作什么都放下了，就一心一意就跟你在一起了。你何必再因为这些事情总去跟我纠结呢？你这么棒一个人娶了她，还有点亏，是这意思吧？没有。听说男生是想急于要娃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都快30岁了。女生是不想要，对吗？两位今天想到这个节目达成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就是看看老师们能不能跟他说一说，劝劝他。
让他改改脾气，改改性格，一起好好的把以后的生活过下去。女生的期待是什么？我就希望他回家了能不能就不要老是打游戏。逛街的时候也陪着我，比如说做家务也给我适当分担一点。所以女性要的更多的是感觉上的东西，这个感觉叫你能不能让我觉得你是踏踏实实的跟我在一起生活，是吧？对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对夫妻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你是全天下最无辜的人。哎呦，他们要联系我呀！哎呦，他还非要管我叫老公啊！哎呦，那个时候他心情不好，哎呦，他失恋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又不是我主动联系的，你好无辜啊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你说了一句非常让我觉得刺耳的话，为了你，我都放弃了我以前的生活了。拜托，她是你老婆。我告诉你啊，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。当你在人生还比较顺利的时候，你如果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，那没有什么关系，顶多失去一个家庭，失去一个爱你的女人。但是当你遇到了人生的低谷期的时候，如果你玩弄自己的家庭，你人生将一无所有。接下来说女孩的几个问题。你知道她为什么一直跟这些前女友断不干净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骄纵啊，直接发信息叫老公，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级别，你还没有跟他分开，还继续选择跟他走进婚姻，那他就拿住了你这个弱点。而且再来说他车上拉女孩的那件事儿，他车上坐了2个姑娘，你上车前都不问一下是谁吗？还需要婆婆来告诉你说宽你的心，咱们这种事就过去吧，大度一点。你这是太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。当你自己都不把自己放在妻子的这个位置上，你让他怎么把你放在妻子这个角色上？正常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车上坐了2个女人，我都不认识，你都没跟我打招呼，这俩女人是谁呀？你不得跟我说清楚啊？你还跟着他到了他的外婆家，所以呀，你自找的呀。所以我觉得女生就一定要真的好好考虑你要的是什么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基于这些种种的表现，你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很高的地位，所以当然他不会尊重你，因为你做了很多无原则的这种妥协，使他觉得，哎，你很好互动啊，我只要跟你说说话，跟你解释，然后所有的风波都可以过去。很难想象，当一个女性看到自己的男朋友收到了一个异性的短信说老公我想你，居然你很镇定的把手机递给他说有你的短信，虽然你表面强作镇定，但内心你一定是崩溃的。为什么不把这种原则性树立起来，情绪表达清楚了？这样的男人内心很空虚，这才是有所有的这种暧昧的事情出来。但他为什么要选择你呢？他很胆小，他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没有他的安身之所，只有一个够包容没有原则的女人，她才可能说每天有个家。如果他把你定义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尊重你呢？考虑清楚能不能跟他走下去，你要考虑清楚能否把你的空虚的心收回来，把你的心专注在对方身上，不能的话分手最好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听你们2位的讲述，特别不像一对夫妻，就好像过家家一样。男人反正每天也不太在乎这个女人，打打游戏，和前任聊聊天。女生好像也对生活充满了抱怨，没有任何方向和规划。你们的生活完完全全不像是一个婚姻生活。健康的、正常、有序的婚姻生活是我们共同有目标，共同有规划，共同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。丈夫应该在家里边履行的责任是，我和我的妻子共同去把生活打磨好，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有非常美好的期待和有目前的执行能力，而你们的生活就一潭死水一样。所以男生，我觉得婚姻带给你的这种幸福感，在你这里我一点都感受不到。你无非是找了一个下班能回到家，有人给你做顿饭，
想说话的时候说说话，不说话的时候知道旁边有个人，而不像是有一个爱人。你完全不是一个在付出感情的状态。而女生，我觉得你把这段感情也当成了一个似乎不抱有希望的状态，所以全部都是抱怨。如果婚姻真的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既然两人都觉得食之无味，也不要弃之可惜了。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们尊重婚姻、尊重情感、尊重彼此，还想继续努力一下，我倒是有个建议，去做非常详细的书面的规划。男人，我今年要做什么？为这个家庭付出什么？我是要攒多少钱？我是要为家里添置什么？我是要为老婆做什么？1、2、3列下来，列一张纸。女人一样，列计划。我这1年我要把自己如何提升？我要让自己对这个家庭付出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能达到60%以上完成了这个计划，那我们的婚姻还可以试一试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也不要勉强让这么年轻的青春就耗在这样一滩死水的婚姻上，好吗？希望你们都能拥有快乐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你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妻子形象是她这样的吗？是。你没说老实话。你一定有从她身上得不到的，你才会跟别人去暧昧。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养老院。我在外面累了，回来有口热饭吃。我在外面犯了错了，回家以后他能够百般的原谅我。我老了之后他还能够照顾我。你知道你在那些经常跟你保持暧昧的那些前任的眼里你是什么人吗？有些男人可能会沾沾自喜地认为，你看我左右逢源，但事实上当你在一种已婚的状态，你的前任或者是你的一些异性朋友还要跟你保持暧昧的话语的时候，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你就是那个不干净的人。你还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？其实对于女生来说，很大一部分的女生犯了跟你同样的错误，那就是当她认为你是一个我把自由施舍给你的角色，于是你也接受了这样的角色。当别人发微信给他说老公你还喜不喜欢我是吧，你说你直接给他回了呵呵，就是即便不结婚也不会找你。这话如果是他心甘情愿的发出去，那是他的自信，所以你也接受了，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把你的自由施舍给了我，谢谢你选择了我，谢谢你还愿意回家，你在处处说谢谢，而每一句谢谢的背后，其实你都接受了被施舍。他不是心甘情愿的放下自由，它是一种施舍。而对于你来说，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就是不愿意跟你怀孩子。你不愿意要孩子，但是他特别愿意要孩子，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他根本不清楚你们之间问题的严重性，所以他才会堂而皇之的还提出要孩子，而你心里在想，连安全感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孩子呢？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问题更多的在于你自己到底想清楚，你到底还是蠢蠢欲动，还是愿意安下心来。所以女生第一要做的是，目前不能怀孩子。第二，不要去强迫她，让她自己想明白。她要是真的愿意安心的回到这个家，真真实实的认清了婚姻不是养老院，婚姻是自己一心一意希望的一个家，在那个时候你再做出你的判断。说实话，你们之间的问题挺严重，好自为之。人生的底线决定了人生的高度，婚姻的底线决定了婚姻幸福的水准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大概诱惑会很多，坚守和自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修行的课题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夫妻之间怎么样相携去完成，对于人生的一个修行。因为克己和自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。那么在一个婚姻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努力方向上，我希望你们能找到那个方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虽然我以前有过那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是自从跟你结婚之后，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只想跟你好好在一起。我真的特别希望我们两个人
能好好走下去。我希望我以后所有的幸福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有你的参与。你现在说的这些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相信，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些话，然后现在你说的这些，我考虑一下吧。所有的事情我说过的，我一定会做到的，我会去改正的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们一起好好的把生活过下去，好吗？来，请亮灯。我插一句啊，就为什么每一次在舞台上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？就男生说我已经愿意为你改了，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多花边新闻了。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？而女生的确就是不相信，是因为男人可能是有一个概念上的错误。你可能认为我把微信删了，然后我每天定时回家，我认为这样做你总该安静了。但其实在女人看来，你是变得沉寂了，但这种沉寂是死气沉沉，你是回家了，你回家了之后是无所事事，你不是生趣盎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除非是说如果你是真心愿意陪他，真心愿意回家，那你回家之后是热爱生活的，那种状态是不一样。女人要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只是你回家而已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所以他才会老翻着你以前的那些事不放。如果你要真心愿意回家，你就回家带点笑脸，你回家干点活，别老躺在那玩游戏。你是乐于投入在这个家庭和生活当中的，明不明白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好了，两位打开你们爱情的记忆箱。哦，锤子啊！来，你放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，比如说，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东西我比较想要，或者我淘宝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东西我自己想要，他就会习惯性接一句啊，你要个锤子，然后我想让他自己也感受一下，要个锤子是什么样的感受。他其实送的是一种攻击性的方式，只是做个提醒，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来，你送的是什么？是一枚戒指。因为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他也一直跟我说过，他想要一场浪漫的求婚。因为我也是一个婚礼主持，我见证了很多人的浪漫和幸福，却始终没有给过他一场浪漫的求婚。所以说我今天想借这个舞台给他求一次婚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，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平淡一哭最真的快，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哦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我们的话筒，请回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。亮灯吧啊！